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议题，它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背后，哇，那个水可深了。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土地怎么用，甚至会挑战我们对自然这两个字的根本定义。这就是韩国在面对全球保育目标的时候所走出的一条既创新又充满争议的道路。好，故事就要从这个数字开始讲起，30%。这个数字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定下来的一个全球性目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叫做 30 by 30。它的意思很直接，就是在西元2030年之前，全世界要保护好地球上30%的陆地和海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愿景，对吧？你想想看，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把全球将近1/3的区域都划成保护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绝对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重点来了，当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冲刺这个30%的 KPI 的时候，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浮现了：我们划设的这些保护区，它们的品质都一样吗？你仔细想想，难道说我们只要把账面上的数字凑满了 ，KPI 达标了，这样就算任务完全？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透过韩国的案例来深入探讨的核心。我们继续聊下去，要搞懂韩国为什么要走一条这么特别的路，我们得先看看其他国家在冲刺这个30%目标的时候，都撞上了什么样的难墙。其实这个困境可以说是相当普遍。一般来说，我们一想到保护区，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大概就是国家公园这种地方，对吧？这些地方都有非常严格的法规，禁止开发，限制人为活动，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保存原始的自然样貌。这个模式本身很好，但问题是它要扩张起来真的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像韩国这种地狭人稠、土地已经高度开发可的国家，你很难再找到一大片没有私有产权、没有经济活动的原始土地，让你去划设新的国家公园。如果你硬要推动，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跟经济成本。所以啦，当传统那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韩国就很聪明，他们把眼光转到一个相对新颖也更灵活的概念上头，那就是 OECM。这可以说是他们为了解开这个保育难题找到的一把关键钥匙。OECM 它的全名是其他有效区域保育措施。我知道这个定义听起来真的有够绕口，对吧？没关系，我用白话文跟你说，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它指的是一个地方，虽然在法律上它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公园或自然保留区，但是因为它的经营管理方式，客观上居然达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效果。这就是 OECM 的核心精神。我们不问它的出身，我们只看它的结果。我们来做个直接的比较，你马上就能理解 OECM 巧妙的地方在哪里。传统的保护区，它的核心目标是保存自然，管理上通常是政府由上而下，而且非常严格。但 OECM 完全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平衡，是在允许人类使用的前提之下，同时去实现保育。所以它的管理方式可以非常灵活，可以由社区、企业或是很多方一起来参与。保育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一个共同效益。你说这种弹性是不是真的非常适合像韩国这样土地利用很复杂的已开发国家？而且韩国为了推动这个概念，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他们没有直接把 OCEM 这个英文缩写拿来用，因为怕民众觉得这又是另一个政府要来管制的严格法规，所以他们取了一个更亲民、更接地气的在地化名称，叫做自然共存区。接着，在2025年，他们成立了一个30x30联盟，把企业、非政府组织跟政府部门全部拉进来，建立一个合作平台。为了让整个认定过程标准化，他们还在2024年推出了一套韩国版 OCEM 工具包，甚至简化了最一开始的审核标准，让更多有潜力的地区可以更容易地进入评估流程。
你看，从命名、组织到执行工具，这根本就是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战略。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韩国这个策略真的很聪明，对吧？既能扩大保护区的面积，又可以兼顾地方的发展，简直是双赢。但是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事情真的有这么完美吗？当我们深入去挖掘数据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个真相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在保育界存在已久的问题，叫做纸上公园。这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地方，它在法律文件上、在地图上都被标示为保护区，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发挥真正的生态保育功能，它的保护只存在于纸上。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评估韩国的保育成果，那个结果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当时的分析把韩国划分成3个主要的生态区，而数据显示这3个生态区的保护比例，每一个都超过了10%的目标。从这张成绩单来看，韩国绝对是模范生呢，对吧？好像他们的保护区分布得非常均匀，涵盖了国内所有主要的地理区域。但问题就出在这种传统的划分方式，它主要看的是地理位置和物种组成的差异，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生态系统的功能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就采用了一套更精细的分析工具，叫做全球生态系类型学，简称 GET。这套系统是由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开发的，它不再只看地理分区，而是根据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主要的运作过程来进行分类。韩国的学者就是利用这套系统绘制了一张专属于韩国的更精确的地图，叫做 KGET。当他们用这张新的地图重新去分析保护区的分布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数据显示，在韩国所有受保护的土地当中，你敢信吗？居然有高达54.79%都集中在特定的类型，就是温带森林。与此同时，有8种生态系统类型，其中很多是人为的生态系，像是水稻田、淡水养殖区等等，它们的保护比例都远远低于10%。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完全推翻了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张模范生绩单。真相是，韩国的保育资源存在着极度不均衡的现象，大量的保护都集中在特定类型的山区森林里。这个发现乍听之下是一个坏消息，对吧？它揭露了韩国保育策略的巨大盲点。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它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土地才算是有保育价值？过去我们总认为保育就是要去保护那些原始的、纯净的、没有被人为干扰的自然，但这个想法在今天的世界可能已经不够用了。事实上，那些由人类活动所创造或是深刻影响的人为生态系，比方说农田、渔温、人造林，它们同样可以转化为对生物多样性极其重要的栖地。我们就拿刚刚数据中被严重低估的水稻田来当例子好了。你知道吗？水稻田这个类型其实是韩国境内仅次于温带森林分布面积排名第2的生态系统。你想想看，这是一片多么广阔，却在传统保育思维中被忽略掉的土地资产啊！水稻田的价值真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首先，它当然承担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责大任。再来，对很多迁徙性的水鸟来说，收割后的稻田提供了它们觅食和休息的关键场所，是它们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休息站。也因为这样，许多国际保育组织，像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 EAF， 都已经认可了这些农业区的保育重要性。所以你看，这些地方虽然是人造的，但他们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却是无可取代的。这也让他们成为推动 OCEM 最理想也具潜力的目标。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看到韩国的案例揭示了，单纯追求保护区面积的数字成长，很可能会导致生态代表性的严重失衡。而 OCEM 这个灵活的工具，正好可以把那些被传统保护区框架排除在外的、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人为地景纳入保育的版图。
但是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OCEM 这个工具究竟是解决问题的万灵丹，还是一个可能被滥用的陷阱？ OECM 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被用来漂绿。什么是漂绿？讲白了，就是做表面功夫。有些国家或企业可能会把一些本来就没什么开发压力，或是管理很松散的地区，随便给它挂上一个 OECM 的名号，用来充数，好让账面上的30%目标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就完全违背了 OECM 的初衷，让它从一个保育工具变成了一个规避责任的借口。所以，韩国的经验给了全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保育的终极目标真的不应该只是追求更多被保护的土地面积，而是要追求更均衡的生态系代表性。我们要确保国内所有不同功能的生态系统，不管是森林、湿地、草原还是农田，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保护。OCEM 这个工具的真正价值，应该是用来填补传统保护区网络的缺口，而不是成为一个冲高 KPI 的捷径。这就带到我们这次分析最后想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当全世界都在追逐30%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衡量的究竟是土地还是生命？韩国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单纯追求数字，可能只会创造出一堆缺乏真正生态价值的纸上公园。而像 OECM 这样灵活的工具，虽然为稻田这类人为生态系打开了保育的大门，但也伴随着漂绿的风险。所以，真正的关键，与其说是保护地的数量，不如说是所有生态系质量的均衡。这才是未来保育工作真正的核心挑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全球30x30目标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超越单纯的面积计算，达到生态系统的均衡代表性。韩国的 OECM 策略虽然创新，但也揭示了保育资源可能过度集中于特定类型生态系，如森林的风险，而忽略了像水稻田这类人为生态系的重要价值。最终，保育的成功与否，不在于保护了多少土地，而在于我们是否有效地保护了所有类型的生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